这台真的太扯，它不只是一台扫地机器人，只要轻轻一压，然后接上配件，你看，瞬间变成吸尘器。重点，它还不是一般吸尘器，当你放回去的时候，基站自动就把成盒里面的垃圾抽走。没错，它还是一把支援自动集成的吸尘器啊！而且最重要的是 ，UFI-120价格没有高攀不起，相较起现在动辄2-3万的机器人 ，UFI 居然开出了不到15000的上市价。看到这个极度吸引人的价格，看来真的是不开箱不行了。嗨，欢迎回来，我是驴子。我们都知道，用吸尘器最烦人的地方就是倒垃圾的时候，尤其身为严重过敏族，把成盒清空真的不是什么舒服的事情。但自从2-3年前我入手了有自动集成功能的吸尘器后，真心觉得自动集成绝对是吸尘器必要的家电好物。尤其如果你家里有小孩或是毛小孩的话，光是每次要倒废毛，自动集成有多好用，真的是不用我多说。所以当 UFI-120这台酷东西宣布要在台湾上市的时候，我是真的非常期待。但也就停留在期待，真正让我惊艳的是，我不抱期待的点进去，不是 UFI 这个开价也太漂亮了吧！首购居然不到15000，最欣赏这种不用包装的诚意，总能吸引到我的兴趣。所以现在在我面前的就是马上跟官方弄来的 UFI-120，赶快来测看看。我们还是依照惯例带大家快速来看规格重点。首先，如果是新朋友还不认识 UFI 这个品牌的话 ，UFI 其实是 Anker Innovations 旗下智慧家电品牌，像是机器人啦、电子锁、摄影机之类的都有做。那机器人的话 ，UFI 也已经是老玩家了，在欧美的知名度比较高，在英国甚至拿下市占第一，日本也有。那今年开始在台湾非常积极，比如说上个月我们就有测过他们家的旗舰 UFI S1， 采用滚筒洗地模组，拖地超强。最近还宣布了，同样采用滚筒洗地模组的125、128新机也都会进到台湾。那身为一个专业的机器人测试频道，之后有机会肯定要来测一下。不过今天就先来看他们带来的新品，就是这台可以变身的 UFI-120 3合1扫地机器人。首先，我们还是先从基础规格看起。UFI-120这次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可拆分变身设计，采用扫地机器人和吸尘器共用一个吸尘模组。所以包括成盒、风机都说手上这组完全共用。那这组风机的效能非常浮夸，在手持模式之下，居然可以达到3万帕的惊人吸力。不过在机器人模式下，还是有续航力的考量，毕竟要跑完整个加码，所以系统会自动切换到最大8000帕的吸力。那8000帕的吸力是非常够用的，即使是1楼灰尘多或是有地毯的朋友，都可以轻松胜任。不过稍微可惜的是，官方并没有提供吸尘器比较通俗的规格指标 AirWatt， 那国外测试最高大概是落在150 AirWatt 上下，所以有着高阶吸尘器的表现。那我们这边也实测，像是狗毛、红豆、饼干屑、橡皮筋、狗饲料，甚至有重量的金属螺丝，在第2档之下都已经可以轻松应付。所以这个吸力表现拿来对付一般家庭环境，可以说是绰绰有余。我们先来看机器人本体。UFI-120是一台纯扫地机器人，那原因也很简单，在放入这么强的吸尘模组后，已经占据整个车尾，所以没有配置拖地模组。但在地狱测试过后，我必须说 UFI-120的吸尘表现有点出乎意料的不错啊，甚至吸尘相关的测试都有达到旗舰同级的水准。我们等一下测试环节一一来说。那在机器人模式下 ，UFI-120可以提供最大8000帕的吸力，并且好消息是 ，UFI 在主刷上有做防缠绕设计。我们打开来，你看 UFI-120在主刷罩这里有一整排的齿状结构，通常在机器人上我们会叫它梳齿。那有了这个结构之后，当毛发被吸入主刷，梳齿就可以一定程度的把毛发从滚刷上分离下来，减缓缠绕。头发的话，就看我们接下来的测试最准。接着看到基站部分，功能上非常单纯，就是提供了充电和自动集成2个功能。那不管是机器人或是吸尘器，基站都可以做到自动开始集成，把整个成盒清空。尤其宠物家庭，最近刚好哈士奇在换毛，我随便把地板吸一吸就是这么夸张。但是你看它放回去马上清空，这个画面真的太疗愈。那这个3公升集成袋，官方是标75天更换一次，但一般家庭3个月都不太可能会满。不过不要不换，还是要定期更换哦，避免细菌滋生。那宠物家庭的话，就要看毛量决定了。那当你拿出来要更换的时候，集成袋也会自动把洞口关上，避免灰尘冲出来，相当贴心。好，那我们规格就先讲到这边。究竟 UFI-120的实际表现如何？
在邦尼的频道到底有多强，实测了才是最准。今天这期节目，我们也用新版12项地狱测试详细来测，测试全程录影，结果摆在眼前，优点缺点一个都不放过。准备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喽。对了，不管你是要买、想买，还是已经买扫地机器人，现在就加入邦尼扫地机器人社团，目前已经有将近3万位版友加入。现在就直接扫 QR Code 加入台湾扫地机器人讨论区，或是直接看资讯栏，或是你留言就有连结喽。我们还是先从基础规格看起 ，UFI 120采用圆形机身，搭配上常规稳定的 LDS 定位模组，机身高度都在11.9公分。那在定位表现上，透过我们再次添购升级的红外线摄影机可以看到 ，UFI 120上面这颗 LDS 雷射头会透过高速旋转打出一整圈的雷射，如此一来，系统就可以快速的感知空间尺寸，画出完整地图，再决定最有效率的清扫路径。那除了顶部的 LDS 之外，虽然 UFI 120的价位亲民，但他们依旧在车头上加上了一组单线结构光，可以帮助机器人做到更好的地面避障，最小可以侦测15mm 的障碍物。小惊喜是 UFI 120居然连侧边都加上了垂直结构光模组，难怪在我们的测试过程中贴边表现不错，果然是因为有贴边模组的帮忙。那这台是没有配置摄影机、没有视讯功能的，所以在意隐私的朋友也不用担心。不过好玩的遥控器功能一样可以在120上面使用。UFI 120的开机键都在吸尘模组上，长按就能开机。那主机上还有3颗按键，分别是开始、暂停按钮，有房子的这个是回家充电按钮。那中间的 M 则是可以调整吸力。在 App 上可以看到 ，UFI 120总共提供了4档吸力可以调整。那一般家庭我会建议选择第2档即可，宠物家庭换毛季可以选到第3档。扫一次不够干净 ，App 也可以直接选扫2次。那如果是有地毯的家庭呢？UFI 120有支援 Boost IQ 地毯增压的功能，所以如果是家里有地毯的朋友，你平常的吸力还是推荐设定在标准档，然后把 Boost IQ 打开，这样当机器人底部的超声波模组侦测到地板的时候，就会自动把吸力调大，用最大吸力把地毯吸干净。那绝对是不推荐全程选最大吸力的，因为我们说过，你把机器人的吸力开到最强不会干净多少，但会很伤电池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变身之后的表现如何吧。想要变身吸尘器非常简单，只要用食指按下这个红色按钮，然后你的大拇指就可以很顺手的往上把吸尘器拿出来。拿出来之后 ，UFI 120的主机会稍微翘起来，这是正常的。当你要放回去的时候，这样会更容易的把吸尘器插回机身。UFI 120的吸尘器本体大约 1.24 公斤，而电源键这侧朝上是正确拿法。我们先来看随附接头的部分，盒中内直接提供了3种规格的接头。第一种就设在 UFI 120车头上的位置，压一下就可以拿出来。那这个长形的缝隙头拿来吸沙发的缝隙、夹缝的狗毛都很好用。第二种就是最重要的地板大滚刷，可以看到刷头采用螺旋毛刷的设计，我拆下来给大家看比较清楚。把这里轻轻往右推，把盖板拿下来，这样滚刷就可以拆出来了。现在就可以清楚看到 UFI 采用了一整排硬毛刷以及一排软毛刷。硬毛刷的作用就是把地板上的灰尘刮起来，有更好的刮擦效果。那软毛刷则是可以更好的带起灰尘，最后被风机给吸走。螺旋滚刷的设计也有减缓残量的效果。不过一般来说，这个滚刷本身没有太需要保养的地方，所以拆下来的机会其实也不多。接着我们上延伸管，不错的是，这支延伸管是可以伸缩调长度的，只要按下这个按钮，你看，这时候就可以拉长或是缩短，总共有11段可以调整，依照每个人的身高不同，调到最舒服的位置。那延伸管是可以放平的，所以家具底部也没问题。比较好用的是，你可以透过左右扭动改动方向，更精细的控制你要吸的走向。我这边也在墙角撒上饼干屑，直侧贴边吸尘，只要来回推拉，边缘也能吸干净。那最后一个接头是扁头毛刷，这种接头拿来吸家具或是机箱上的灰尘都很好用。你看到整片灰尘，就直接用有毛刷的这个头就对了。而在收纳上，大滚刷和毛刷头是要另外找地方放的，或是可以选购我手上的这个官方壁挂架，收起来会更整齐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组大滚刷有固定夹角的设计，所以靠着墙放，它不会因为不平衡左右倒下来。没有壁挂架的话，平常我就直接收在柜子里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接上接头来实测这把吸尘器。在吸尘器的操作上，长按电源键就能一键启动风机，所以不用一直按住。
启动之后，绿色的代表电量，总共有4格。到剩下1格的时候，就是剩下25%的电力。如果亮黄灯，就是剩下不到15%了。那基本上家电都不建议整个耗到底，看到黄灯就可以准备放回去充电了。那白灯代表的是吸力，同样有4格。第一颗灯是最小吸力，白灯满格就是最大吸力。不过买吸尘器不能只看吸力，还要看续航力。根据官方标示，在1口模式下可以提供50分钟的续航时间，第2档标准模式30分钟，第3档 Turbo 模式20分钟，最大吸力之下则是还有13分钟的续航。那平常用第2，偶尔第3档就够用了。第4档日常使用机会不高。那4档吸力的噪音我也做成表格让大家参考。第1档是1口，1公尺距离直测大约67分贝，按一下切换标准档72分贝 ，Turbo 模式大约73分贝，开到最大吸力，这时候来到79分贝，以吸尘器来说都还在正常范围。最后来看 Eufy 120最大的重点，就是你打扫完家里，吸尘器启动超过10分钟，当你把吸尘器放回主机的时候，神奇的事情发生了，你会看到 Eufy 120在开机之后自动退出基站，然后转180度，把集尘口自动对准基站，开始了。你看，原本在吸尘器里面的狗毛、饼干屑、红豆全部消失了，干干净净。我们这边也测试超重的50克杂物，里面有狗饲料、红豆、食物碎屑、头发，然后螺丝、橡皮筋，最后塞满狗毛。开始集尘。OK， 结束。我们拿起来看。刚刚一大盆垃圾，现在就干干净净啦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因为集尘口是在屁股这个位置嘛，但是充电孔是设计在车头底下的地方，所以 Eufy 120一定要掉头才能集尘，所以车道前方至少净空 1.5 公尺以上会比较通畅，也能让定位更加准确。另外，如果你只是用个1-2分钟，它不会启动自动集尘，那这时候有2个方式可以启动。第一个方式，直接按住回家按钮3秒，它就会开始自动集尘。那你也可以直接用手机 App 开始集尘，集尘完之后，它也会自动掉头继续充电，反正你不用管它。好，先讲到这里。那自动集尘功能是真的很好用啊，我相信有用过吸尘器的人都懂。第一，你真的不会每次打扫完都去倒尘盒，有时候可能放一下就忘记，有时候就真的懒嘛。但如果放太久滋生细菌，味道是很难完全清除的，就是会有一股灰尘味。那现在你扫一次，它就抽干净一次，也就不用时不时要清理里面的过滤配件。而且如果你刚好也是过敏儿，那自动集尘真的是解放双手的救星。此外，这组吸尘器有5重过滤系统，可以捕捉0.3微米的细小灰尘，达到 99.7% 的过滤效能。唯一需要注意的是，当你把吸尘器放回去之后，需要等个14秒。开机。你看，这时候机器人就会自动开机，然后大概1分钟，系统就会开机完成。这时候才会启动自动集尘的工作，反正放着让它完成就好，不用急。随后 Eufy 120的本体维护也算简单，第一步往左转就可以开启尘盒盖子，第2步往右转就可以把整个过滤套件取下来。滤网可以水洗，记得甩干后阴干24小时，太脏可以直接更换，时间到整理一下即可。好，重点讲完，我们就直接进入到全新12关地狱测试环节。第一关，我们来测基础清洁力测试。我们准备了3个家里常见的打扫大魔王，分别是饼干碎屑、瓜子壳以及红豆各10克，总计30克的测试物，分别代表小脏污、长形垃圾以及圆形有重量的垃圾。然后红豆就是喷飞魔王，可以观察边刷会不会把红豆喷飞。好，开始测试。可以看到 Eufy 120的边刷虽然采用大幅加长的设计，但因为转速控制得宜，所以颗粒物弹飞的表现都在可控范围。好，测试完成，我们来最后称重。原本30克的测试物，实测回收了29.43克，回收比例达 98.1%， 这个表现非常不错，即使跟机能新机对比，也达到前段版表现。第2关来到近期各家比拼项目，角落清洁测试。那 Eufy 120的硬体虽然没有惊喜，看起来就是常规的圆形边刷，不过我们看测试。
UFI 120的结果非常令人意外，这个加长版边刷的表现非常不错啊。在我们的资料库当中，常规圆形机种有着平均60%的回收率，而伸缩边刷的圆形机种平均落在80%到85%的回收率。而 UFI 120呢，这个长边刷立了大功，总共回收了8.45克，回收比例达到 84.5%， 是我们有史以来测过最好的常规圆形机种，意料之外，完全不输。而且第一关也证明了没有因为加长边刷造成喷飞，这个结果真的要特别给 RD 的调教一个好评。第3关，我们来测清扫时间。在我们的测试空间，常态机种大概会是5分钟左右的时间，那 UFI 120的清扫时间也很快，无论开关灯都在4分20秒左右就能清扫完成。第4关，头发缠绕测试。我们先来测短发组。可以看到，在短发的处理表现上，虽然有几根残留，但整体处理的相当不错。接着，我们来测有点打结的魔王关长发组。那这个测试强度对输出来说就有点过高了，但并没有整个缠死。轻轻往右边推，头发就下来了，不用用到剪刀，打理也算容易。第5关，障碍物测试。因为这台没有视觉，第6关合并测试，我们直接测关灯下的表现。可以看到 UFI 120会以贴边优先，接着走中间弓字形的路径清扫。那在测试当中，包括宠物便便、延长线都有成功避开，而在充电线部分，我们测试了几次，在正确辨识的情况下就会成功避开的。但如果太靠近墙角，因为结构光感测距离不够，有机会碰到，但没有卷入造成卡住。圆形柱状玩具没问题，玩具则符合目前主流会试探的做法，整体的避障就是没有镜头机型的常规表现。但还是要提醒，不要完全相信任何宠物便便和电线避开的功能，非常吃环境，建议稍微收拾再开始。第7关，噪音测试。在标准模式之下，大约落在59分贝，而在最高档位8000帕之下，则来到68分贝。那一般建议选择标准档就非常够用，声音表现也完全可以接受。第8关，续航测试。我们新版的机器人测试都统一标准，同样的空间连续清扫，并且以标准模式测试。UFI 120可以完成19次的清扫。如果家里坪数真的很大，一次扫不完，那在 App 里面也可以开启断点续扫的功能，机器人就会在充电过后自动再把剩下的地方扫完。第9关，充电测试。我觉得这算是 UFI 120的强项之一，应该是吸尘力的电力需求较高，所以 UFI 120就算从 0% 开始充电，1小时就可以充满 49%， 完整充满也只需要2小时2分就能完全充满。这是目前我们测过充电最快的扫地机器人，也比官标 2.5 小时充得更快。不过从 15% 开始算，也只要1小时44分就能完全充满，速度很快。第10关，基座集成测试。我们一样30克的混合杂物，加上塞满半满的狗毛。开始集成。来看结果 ，UFI 120的集成表现也过关，没问题。那在 App 里面，总共有标准集成以及深层集成2档。那一般家庭选标准就很够用，宠物家庭选深层。不过应该是为了把成盒里面的垃圾排干净 ，UFI 120的集成时间会来得比较长。第11关，越障测试。UFI 120的官方越障表现最高可以到2公分，我们直接来实测，1公分的坎。没问题，轻轻松松。接着来测2公分的门槛，也完全 OK， 没问题。最后一关一定要来测魔王关 IKEA 的躺椅 ，UFI 120也 OK， 没有卡住，过关。好，12项测试结束。
整体来说 ，Eufy 120在扫地机器人模式下就是一台称职的扫地机器人，尤其在清洁回收率、边角覆盖率以及充电速度上都有所惊喜，有着达到越级的表现。其他测试项目中也都能达到同级该有的测试结果。我觉得这次吸尘器最大的亮点还是价格，因为光是自动集成加一支不错的吸尘器，基本就会破万，所以开价的确还是最大优势。那如果要以高标来看的话，我可能会想敲碗大滚刷的拆装设计可以更简单，加上 LED 照明，或是多给一个盛馒头也都很实用。不过说真的 ，Eufy 120整个开价就是平价取胜，然后提供了都在水准之上的机器人和吸尘器，我觉得以价格来说已经可以给过，刚好也很适合就是要机器人扫地而自己用吸尘器打扫的朋友。好，本期节目也来到了尾声，这集我们也尽可能在有限的时间中实测最多内容，希望大家还看得开心。本期节目就先到这里，如果还有任何问题，都欢迎底下留言一起讨论，也记得加入邦尼的扫地机器人社团，有任何选购上的问题，想要知道的问题，也欢迎在上面一起讨论啦。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，不要忘记订阅邦尼，并且打开小铃铛，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评测通知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、Instagram 以及 Line@ 找到我们。如果还有其他问题，别忘了底下留言。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。